太师，不要再发信号了。此人能走到这里，那些隐卫想必早就被他解决了。那些人的功夫不弱，花费了一些功夫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太师，抱歉了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隐卫。哼，你是暗河苏家家主苏牧人。阁下应该不是无名之辈。不仅有名，而且是太有名了。太师，折煞小的了。你不用谦虚。杀人王黎天，当年在祁雷山，你被几十名高手围攻，身负重伤逃走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执三鬼，当年未能与你一战的遗憾，看来今日要弥补上。哎呀，黎天，你离我太远了。奴家穆雨墨见过董太师。就你，不虚，别哭了。我父亲可是破了百鬼夜行孤虚大阵的枪仙，就你这不入流的孤虚阵，也敢在我面前显摆？还真是有几分刺激啊！啊，这暗河胆子也太大了。胆子大的可不是暗河呀。黎天，在。既然这位千落姑娘到来，想必这永安王殿下已经知道暗河身后的人是谁了。谁都知道董太师从不设党争，也从来不支持任何皇子。当年父皇登基前是一样，现在也是一样。杀了他，不会对成为卷轴上那个名字有太多影响，但是对整个朝政以及这个天下就会犹如重击。方才听你探来的消息，白王去过暗河。萧锦霞和白王前后都去过暗河，这与暗河出山和唐门联手的日子是符合的。暗河的出现，我觉得不是二哥的主导，他应该是被人算计了。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小的时候，我们在稷下学院念书，当时的祭酒先生正是化名的如剑仙谢轩，他让我们3个选帝王之道。当时二哥选的是君道，重德行，讲仁义，以贤德服人；老七选的是霸道，霸道本属乱世之君，以武服人，以刀行政。他自己说过，每个朝代都是乱世，这本是大逆不道之话，但谢轩却没有苛责他。现在想想，二哥就算为了地位，百般阻挠不让我入京，但是他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君道。刺杀太师这种事，他绝对不会做的。那你当年选的什么道？我选的是游侠道。游侠道是什么道？纵剑江湖，醉酒高楼。那年我10岁，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。这倒像雷无杰会说出的话。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叶姑娘，你叫我做什么？萧瑟聊起他小时候的事，我觉得有点像你。他这半老头子还像我？
什么半老头子？怎么不是了？你成天懒洋洋、软绵绵，像结了冰似的。你不是半老头子，谁是？好货！公子，宫里来信了。萧瑟，发生什么了？是蓝月侯送来的，上面说二哥一早上奏，请求父皇严查暗河行刺一事。好一个借机行事！白王趁此与暗河撇清了关系，又给了真正的幕后之人一个威慑。二位请。这青州穆家老爷子要是见到穆春风现在这副德行，还会不会把他那家主之位传给他呀？小点声。华神医，好久不见。神医，请坐。多谢。不过，怎么听着像在叫一个老头子啊？以后叫我师傅神医就好啊。哟，已经是师傅了。我带师傅去看了秋庐，师傅很满意。那还真是辛苦梁掌柜了。徒儿很孝顺。多谢师傅夸奖。当年船上见到穆兄时，只觉得是那般风流倜傥。唉，今日一见，穆兄溜须拍马这方面也甚有天赋啊。谬赞了，谬赞了。神医来我雪落山庄，可是为了父皇的病情？啊，是的，你父皇的病我早就治好了。虽然他的心急是因为心病，复发是早晚的事，但他不应该最近总是昏迷不醒。我怀疑宫里还有一位神医，皇帝陛下病情的反复复发，怕是和他有关。有人下毒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但若是平常的下毒，我必然能有所察觉，是一些很微妙，我也难以看明白的东西。前几日我在饮食里发现了猫腻，昨日又在熏香里找到了怪药。看来我必须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得跟我一起去。叶姐姐，你们以前经常来这儿吗？不止我，还有白王萧崇。小时候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玩。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问，你跟萧瑟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一直在等你问我呢，等到我以为你根本就不在乎。那是我很小时候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经常出去玩，就经常一个人在这院子里发呆。你是谁？是我打扰你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？我叫萧楚河，我跟叔父一起来见叶将军的。你为什么会坐在这把椅子上？我身子不好，虽然师父总说我要多走路，才能有助身体变好，可我每次走几步就觉得很痛苦，所以阿爹给我打了这把椅子。来，站起来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那年我7岁，萧楚河9岁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认住。难怪，叶姐姐，那你对萧瑟……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未来更重要。原来这就是白小堂啊！萧楚河，
居然又看到你了。6位铁面官，好久不见。这里只有4位铁面官你见过，你知道，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能活长寿的人很少。想不到过了这么久，铁面官还是这么喜欢自嘲。萧楚河，我们都很忙，你想要什么情报？我要的情报，在座的各位都给不了。萧策，再怎么说这也是别人家的地方，要不咱们稍微低调？无妨。萧楚河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圣上恢复了你的身份，就真的有人把你当皇子了吧？萧策，你不是说这是你师父家的地盘吗？难道他们都反了？姬若风已经消失1年了，谁说白小堂还在他的掌控之下？萧瑟，他使的这棍子，跟你的无极棍好像。当然是因为，我也是白小堂的人。你是女的？她是我师父的女儿。七姐，师父去哪儿了？死了。什么？开玩笑的，不过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差别。当年我爹为了救你受了很重的伤，这些年他一直在药王谷里养伤。不过他倒是真的很关心你。之前你出雪落山庄，他亲自去打探你的消息。而今你回来了，他又让我赶紧过来帮你。帮我？是的。哎，凑齐了都。白虎列西方位。既然师父把白小生的位置和令牌给了你，那么恭喜。以后来白小堂要消息，还不用给银子？欠了你的了。那我让师傅帮我查的那件事，有结果吗？究竟是何人伤了你？据你后来的消息看，那是一股极其阴柔的内力打断了你的经脉。我查遍了所有的武功秘籍，的确找到了这样一门武功，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哪门武功？虚怀武功。浊清大剑。是的，如今5大剑的师傅，上一任大剑浊清，他所修炼的虚怀功乃是世间至阴至柔的武功，且威力极强。只是很可惜，他的5位徒弟均没有学会这门武功，所以这个线索到这里就全断了。断了？为什么断了？因为浊清已经死了。知道了。萧楚河，你就该一回来就来找我们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们白小堂能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可你偏偏不来，我们又不好去找你，生怕打乱你的计划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计划，只是觉得时机还没到吧。怎么，现在时机到了？我现在就有3件事，需要你给我答案。一开口就是3件事，胃口可真不小。怎么，要我告诉你谁是暗河幕后真正的主使？不，这个问题我心里已经有答案，所以不必再让白小堂去查。暗河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背后的人也要付出代价。但我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，是关于那个卷轴。你终究还是为了那件事。可是你究竟要查什么？那个卷轴是否存在？那个卷轴的内容是什么？还是那个卷轴究竟在哪里？所有。我要所有关于那个卷轴的事。哼，真是狮子大开口。第2件事，我要你帮我去查1年内入天启城且尚未离开的下毒高手，我要一个名单。此事倒是不难，但我需要一些时间。至于第3件事嘛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应该比我更早来天启城，但是却迟迟没有来找我。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或许他已经离开了呢。不会的，他如果要走，一定会先跟我见上一面再走。哦，他究竟是你什么人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朋友。长得是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好。
夜探雪落山庄，居然还穿一身白衣来。朱雀，你们暗河自己喜欢取代号，也喜欢叫别人的代号？白虎，白虎，这名字听起来也不……等等，你是白虎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千洛，住手！你为什么不叫他先住手？那积雪，你住手！你是在命令我吗？你们两个幼稚不幼稚？不是像雷无杰那样的傻小子，就是像这样冲动的姑娘。萧楚河，你身边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守护吗？放着好好的大门不计，偏要鬼鬼祟祟的，这能怪谁？从大门进来，你知道现在天启城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扇门吗？误会解除就好，想必这就是姬若风堂主的爱女了吧？总算是有个聪明的。既然来客人了，那我们就先走啦。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你嘀咕什么呢？这位姑娘，在下神医华锦弟子沐春风，幸会幸会。我知道。原来我已经这么有名了。哎，可我还没认识姑娘呢。积雪，小生今年20有1，不知姑娘芳龄几许，可有婚配？小生尚未婚。你也不打听打听别人是谁？千洛，他们俩很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跟萧瑟说话的时候很有亲近感？他们自小就认识。积雪的父亲是萧瑟的师傅，是这个世界上同萧瑟最亲近的人，甚至胜过他和皇帝陛下，所以自然有些不一样。哦，不过他对你才是真的不一样。对我也不一样吗？春风，我们该走了。师傅，咱们再待会儿吧。穆公子，这位积雪姑娘真有如此漂亮吗？世间女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脱俗之人。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尘土？尘土。啊，走了。师傅，咱们再待会儿吧。查的怎么样了？你让我帮你找的人，我帮你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好久不见啊，萧老板。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白小堂满城的找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，便生了慈悲之心，跪下楼买了个菜团子。这间客栈离我的雪落山庄有一条长街的距离。你既然知道我派人找你，你怎么不早点过来？我也想尝一尝萧老板15道前菜的御宴，也想看看你是如何在千金台上威风凛凛的威震四方。只可惜，我闭关之前你尚未进城，我出关之时，你早已离开了。闭关？你受伤了？是啊，差点被打成废人了。何人所伤？大剑锦轩。怎么？你每次危难之时，都有我从天而降，而我危难之时，你却并未出现。
心生愧疚，想替我报仇啊？你之所以会被锦轩打伤，说明你入宫了，那我就没猜错。你这次来天启，是为了找宣妃娘娘。肖老板，你变了，开始变得直接了。你明知这是我不愿提及之事，应该装作不知道的。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，尤其是五大剑，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。还有很多大内高手，连我都没见过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会小心的。你还有下次？无心，你这么想见宣妃娘娘，是想当面问她一些问题，还是想带她走？唉，她会愿意随我离开吗？皇宫之中锦衣玉食的，哪里像我们天外天？其实是一个苦寒之地。娘娘，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娘娘，他今天说那些话，为什么突然提起世儿？难道他有世儿的消息了？也许赤王殿下只是随口一问，娘娘不必在意。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许世儿早就把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给忘了。我又有什么资格妄想能再见她一面呢？其实宣妃娘娘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她是皇宫中的异类，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，在宫中与其他人并无什么交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曾经误闯过一次她的院子，她请我吃了一盒糕点，然后带着我看了一下午的天。一下午的天？她说要是能变成一只鸟该多好，这样就可以飞起来，飞过那一道道的墙，飞过那一座座的山，还可以飞到最远的南边。南边？我小的时候听不懂，在那坐了一下午就走了，一直到琅琊王叔跟我讲他的故事，我才想起宣妃娘娘一直想的那个地方，会不会是姑苏城外的草庐？毕竟她跟叶鼎之在那生活了很久，而且在那生下了你。你是想说，其实他也是身不由己？我是想说，这些都是你的劫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我所说的，都是我看到的。罢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见他，或许是好奇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，想亲口问一问他，可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？也或许，我只是想在回去之前再看他一眼，然后他继续在北离做他的宣妃娘娘，我回天外天做我的少宗主。你还有不知道的时候。唉，众生皆有烦恼啊。如果你只是想见宣妃一面，或许我能帮你。要不然这天启城中，谁还能帮你呢？果然，萧老板是心疼无心的。我是希望你尽快解决你的麻烦，别到时候给我添麻烦。口是心非。
这些都是我在各处收集的香料，公公若是喜欢，尽管拿去。六皇子为何如此客气？奴才我有些心慌了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好，敢问公公，在如今的天启城中，站哪一边？一定要站边吗？在这场胜负当中，能活下来的只有赢那边的人。这件事没有中立的可能性。殿下一定很清楚，无论站哪一边，若皇帝驾崩，5大监都要去皇陵守灵。难道公公愿意去守灵？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也只不过是诵经拜佛，调调香罢了。我认识的风雪剑沈静舟可不是这样的，他向往的是一片江湖。就算去不了江湖，也比这天启城要自在。启谦公公，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。我可以担保公公离开天启城之后，想去哪儿都可以。以永安王的名义，是以萧瑟的名义。只要公公相信，我做得到。为什么说过？公公入江湖时号称风雪剑，风雪一出可见风骨。我相信我的判断，也请公公相信我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你知道我每次走进来，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。这说明你还有神智，能通过脚步分辨出我是谁。真是一个强大的女人，就像你的美貌一样，第一次见了就让人念念不忘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跟明侯说要把他变成药人的吗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他要反抗，你将永远被锁在这里，混着血液的腥臭、老鼠的尸体，还有蚊虫的尸咬，慢慢腐烂。卑鄙！不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是在帮他。明侯是不会听你的。你错了，他几乎毫不犹豫的就答应。不过，他的适应性不太好，只成功了一半。不像你，你的底子比他好太多了。别急，你是一个天生的杀手，但杀手是不能有心的。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，很快，它就会变得跟你一样。月姬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
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。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
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虎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5花马，1000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5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哲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壮心间断年轮，不怕外层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激昂青春，曾是我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哎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
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1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
真是个奇怪的人。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哦。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来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
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无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？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，
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恰！恰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恰！恰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冥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，
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0%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一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。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。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，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
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